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天地一剑在封神，王权篇这波预告赢麻了；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发预告了。其实不少人对王权篇可能是不抱希望的。毕竟同一天放出预告的淮水竹亭上了个抠图热搜，而王权篇拍摄期间又曾多次传出制作成本远不如前两部的业内传言。杀青至今连个杀青特辑都没有，作为剧粉，心里难免没着没落。但从放出的预告片来看，王权篇的质量实属超出预期，整体来看大势很妙。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讲述的是男主王权富贵寻道悟道的故事，剧中王权富贵由程毅饰演。在不到2分钟的预告中，程毅将王权富贵的清冷、强大、挣扎展现的细致入微，在仙侠剧中略显奢侈的打戏，更是燃到爆炸，让王权富贵这个天下最强剑客瞬间深入人心。程毅的打戏向来以力量感与飘逸并存著称。从莲花楼里相宜的红绸舞剑，到王权篇中王权富贵与父亲的竹林对决，他总能精准拿捏角色的灵魂。李相宜是意气风发，舍我其谁，而王权富贵则是沉默式的反抗。至于这种沉默式的反抗从何而来，那就要说说王权富贵这个人物了。王权富贵从道门兵人到以念护苍生。王权富贵是个倒霉孩子，他从出生起就肩负着责任。虽是王权世家家主王权霸业与东方怀竹之子，出身显赫，但自出生便被家族视作兵器。母亲因道门兵人计划耗尽灵力而死，父亲为振兴道盟对他严苛训练，他自幼不准出门，每天要花8个时辰修炼道法。12岁便除家主之外，家中再无敌手，终日与杀妖为伴。后来他遇到了来王权山庄当卧底的蜘蛛精青铜，青铜以蛛丝织就世界画卷，让他窥见山外青山，云卷云舒，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天下众生，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对王权剑有了新的领悟。与此同时，黑狐凤七黑狐是狐妖小红娘里的一种反派生物，以剑种为饵，策划了王权霸业剧中为王权红叶与黄风岭一众妖怪的冲突。王权富贵在黄风城外斩杀鹿妖时，斩断了控制鹿妖的仇恨线。他看到鹿妖的眼神和语气发生变化，察觉到事情背后的阴谋，于是不愿再轻易杀妖，被霸业吊起来打。后来在黄风岭秘境之战中，王权富贵力挽狂澜，成功阻止黑狐布局，化解了黄风城的危机。在之后就是动漫出圈名场面，青铜进入王权山庄时被抓，霸业让富贵用王权剑杀了他，富贵斩断了青铜的绳索，放弃王权剑，被道门众人围攻，万箭穿心，最终走出王权山庄。这里的富贵反抗了父亲的命令，不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兵器。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天下非妖之天下，非人之天下，乃众生之天下。富贵的道在这次诚意微博的海报配文也有体现，一剑破青云，以念护苍生。父子对决，王权剑下的沉默与救赎。在预告中，王权富贵与王权红叶的竹林对峙相当精彩，张力拉满，简直让人忍不住拉进度条无限循环。而王权富贵与父亲王权霸业的故事，那也是相当精彩，可以说是非常虐心。王权霸业本来也是天资卓绝的天才少年，精才绝艳，意气风发。后来他带领面具团探索圈外，惨败，除他和李去卓外，全员惨死，他也因此失去剑心，一蹶不振。与此同时，他的心上人东方怀竹家族生变，其师兄誓师反叛，并想强占东方怀竹。王权霸业强撑残破剑意，以家主身份强闯神火山庄救出怀竹。情势所迫，
只能以妾室之名迎娶她。婚后，怀竹为助霸业重振道盟，提出道门兵人计划将他们的孩子培养成最强兵器。然而，怀竹因金人凤暗算，身受重伤，生下王权富贵后便香消玉殒。临终前，他对霸业说：“永远不要放弃找回你的剑心，因为我的意中人本就是一个盖世英雄。”这句话成为霸业余生唯一的光。而两人最美好的时光其实仅有10个月。失去怀竹的霸业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儿子王权富贵。他严苛训练儿子成为道门兵人，却在富贵带青铜离开时想起来怀竹那句“如果哪天贵儿想走，那就放他走吧”，最终选择成全。而在《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剧中，这段父子拉扯将会如何呈现，也令人很是期待。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以天下非妖之天下，乃众生之天下为何，将国风玄幻与武侠根骨完美交融。程毅的演技与打戏，让纸片人王权富贵突破次元壁，活成了有血有肉的仙侠符号。他是剑，是囚徒，是寻道者，更将是无数观众心中美强惨的代名词。希望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快快上映，让我们看看王权富贵如何挥出那最强的天地一剑。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爆新预告，程毅血液无火箭出圈，太飒了！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最新预告片剑指本新曝光，这次预告片不仅展示了主角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在血液中挥舞着燃烧的火箭，更是将故事的核心问题摆在了观众面前。一个兵人如何才能挥出天地一剑？这不仅是对角色内心的拷问，也是对即将观看这部剧的粉丝们的一次心灵触动。狐妖小红娘真人剧系列改编自同名漫画，而王权篇作为3部曲的最后一部，承载着粉丝们的极高期待。与前2部相比，王权篇在演员选角、故事改编上都显得更加用心，尤其是程毅。他饰演的王权富贵被粉丝誉为天选，无论是清冷孤傲的性格，还是打戏中的英姿，都让人眼前一亮。预告片中展现的血液无火箭场景，虽然只有短短几秒，但那熊熊烈火与雪白背景形成的鲜明对比，足以让观众感受到视觉冲击力和故事的紧张氛围。据说，这场戏中的火焰并非特效制作，而是真实的火焰。这样的细节处理无疑增加了剧情的真实感和震撼力。不过，除了炫酷的动作场面，王权篇还试图探讨更深层次的主题：自由与束缚之间的挣扎。王权富贵虽出身显赫，却从小被父亲当作工具培养，失去了自我成长的机会。直到遇见蜘蛛精青铜，他的生活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段跨越种族的爱情故事，以及为了爱情和正义不惜与家族决裂的情节，都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立体丰满。李一桐饰演的青铜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角色设定上有所调整，但从花絮来看，他与程毅之间有着不错的化学反应，这对 CP 组合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认可。随着王权篇的预告片发布，关于其能否如期于暑期档上线的话题再次成为热议焦点。对于喜欢程毅及其作品的观众来说，王权篇无疑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作品之一。无论最终播出时间如何，相信凭借其强大的卡司阵容及精心打磨的故事内容，王权篇定能不负众望，给所有等待已久的粉丝带来惊喜。